您知道客栈里边人都说您什么吗？说什么？来，说来听听。他们说您啊，这个状元干得窝囊，而且说您卖字啊，就是为了博个清誉。哎呀，反正说什么的都有。这我听着就气。说去呗，嘴长在人家身上，我又没掉块肉，随便说。一红啊，话是人家说的，毛病出在你心里。我有什么毛病？我没有。你看你那样儿，我问你一红，你是不是觉着咱们登报御字丢人呢？哎，我可没那么说啊，我更不敢那么想，我没有，我没那么，还不是那么想啊，还不是那么想。一红，我告诉你，我靠写字这点手艺换银子，这是天地间最坦荡的取予之道，有什么可丢人？当年沈葆桢大人在江西任上回乡丁忧的时候，也是靠御字谋生，每联400文，丢人吗？我反正说不过您，反正我就觉得您啊，真是您这人哪儿都好，就是太较劲，完了对自己太狠。以后，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要是想在世上不白走一遭，想做点什么，只管去做，认真评说。去，磨磨去。好。哎，谢谢客官。客官，该付纪念房钱了。瞧什么？啊？哎，这干什么呀？先赊一天，明天再给。那可不行，楼下牌子清清楚楚写着呢，概不赊账。你少这。哎，明天还住不住了？明天再说明天的。穷横，装什么有钱人呢？愧是状元公啊！真的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就是老师，必写的太好了。好，上册我们有展上，我们看。请问张继直先生是住在哪个房？叫张先生，随我来吧。有劳你。真是犹如仙境啊！这个不是在念名字啊，这个一定是有天赋的。对的，你看这一笔啊，非常有气势，真是不错。还有这个路线，这个笔锋太完美，这个力度。哎，先生手腕又疼了。科举之后啊，就没写过这么多字。没事，回去让沙先生给我贴副膏药。好，先生。哎。今天写的字都收了钱了。好，除去这些日子的开销啊，其他的留在大生账房应急。我的意思是，咱们有没有找到有缘人？千金易得，良将难求，再等等吧。先生，有客人求见。先生累了，今天不写了。客人说了，不是来求字的，而是来见故人的。啊，既是故人，就请进来吧。好。小侄刘后生，见过张师叔。哦，口称小侄，那不是故人，
是故人之后啊。请坐。先生，这人您不认识？不认识。他不会是骗子吧？借故人之由骗咱们的资？别瞎说，问问再说。请坐，请坐。师叔，请坐。哎呀，刘先生看着面生啊，不知道是哪位故人之后啊？晚生的岳丈是河公四坤，这是岳丈命晚生带来的亲笔信。哦，我记得思坤兄跟我说过，你应该是他的四女婿。正是，晚生姓刘，名元，字后生，见过张师叔。抽谷期间啊，在我坐困围城、使尽援绝的时候，只有思坤兄能给我慰藉啊。我也常听岳丈说起张师叔筹办大生的种种艰难，小侄颇为感怀。那这么说，你也是来求字？师叔在报上说有缘人分文不取，所以小侄也不想付这个钱。贤侄啊，我记得思坤兄跟我说过，你应该是南洋公学毕业之后留校任教。正是，懂西文，略通，懂机器，粗通西洋机械原理，但因机器而异，要看过机器的手册才行。关于西洋法律呢？不太懂，但是能看懂西洋律法的书籍。好，今日写2幅字，一幅赠你，一幅赠思坤兄。谢师叔。但是贤侄，我有句话得问你，你可是真心有意来我大生啊？师叔，小侄今日来，求字是假，自荐是真。小侄愿与大生共进退。荣幸之至。哎呀，梦生，别着急火燎的，刚从上海回来，喝口水总应该可以。水没有，西北风倒是管够。你看你，老说这种丧气的风凉话。四哥，我可不是说风凉话啊，咱们大生的情况你知道不知道？我现在是恨不得把银子串在肋条骨上，我能不花就不花呀。知道你管账有难处，孟生，但是在筹款铸股这件事情没有落实之前，还要再坚持。我坚持可以呀，可是你们呢？不能一个劲儿的给我帮倒忙吗？哎，孟生，把话说清楚，你指的你们是谁啊？你跟沈大哥呀？我们俩。对呀。那倒忙呢？我在省钱，可是你们俩呢，想着法儿的浪费钱。哎，咱就拿沈大哥来说吧，加班组装机器，非得让锅炉房发电用电灯，说是马灯、煤油灯一律不行。四哥，这烧煤发电那得用多少银子呀？我不准，沈大哥就跟我吵，说是这个马灯、煤油灯容易失火，说我这么做叫因小失大。明白了，好。我的倒忙是什么？这要说清楚，孟生，我可是一直人在上海跑这个筹募古今的事情，我帮什么倒忙了？你招筹募股没错，可是你领回来个人干嘛呀？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开销啊！眼下正是能省就省的时候啊！明白了，你是不同意刘后生留下是吧？四哥，若是咱们手里头有银子，你就招100个人回来，我都不管。可咱们呢，眼下正是捉襟见肘啊！你多一个人，我的账上就得掏个窟窿，补不上的窟窿。明白了，孟生，一样说啊。沈大哥点电灯这件事情，我听说了，我认为有道理。当然，点电灯是比马灯跟油灯花费大，可是我们是工厂啊，工厂有制度、
有纪律，该点就得点，不能因小失大。四哥，我就知道你肯定要向着沈大哥，我永远都是不对的。那咱这样吧，这账我不管了，您另请高人吧。看孟生，你又赌气，没说你有错呀。哎，刘后生这件事情，那我就得跟你商量。四哥，你把人都带回来了，你这是跟我商量吗？你这是通知啊！不，话说清楚啊。如果说后生留下能够帮助咱们事成杀机，如期试车，人留下；如果不行，开革，如何？这可是你说的。如果开革了，我一个铜子可不给。按你说的办，就这么定。哎，孟生啊，你再给静茹支点钱，让他去报馆呢登一则消息，告诉他们我们大生如期试车，杜绝这种咱们关门大吉的谣言。去吧。哎呦，四哥哎，说了半天你还是问我要银子啊！哎呀，我也不知道啊。那谁知道呢？他倒是年纪轻轻的，一定会装机器。他倒是懂点英文，不知道会不会呀？小泉儿，哎，这个机器别着急装了。不是，那现在不装得等到什么时候啊？这要耽误了试车，这责任你担待得起吗？这么直接装上去，如果个别机件存在问题，将来进行更换。过程中，我们如果搞错了先后次序和机件所在位置，那可就麻烦了。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去找一桶红漆。红漆啊？对，不是要红漆干什么呀？别问了，快去。哎，好。小娟儿，哎1号。哎，好嘞。来，大家看清楚，1号，大家跟着我，1号零件嵌入第7格，现在嵌入。现在是螺栓，2号，我们把它嵌入第3格的螺栓处。大家集中精力看清楚。不要打扰他们，让他们自己弄，总得自己学会嘛。再说，如果说小泉儿跟后生学会安装这个养殖机的话，免得再请养鸡师了。哎，能省银子。四哥啊，就凭他俩，你就别给我吃宽心药了。出去说，出去说。大家看清楚，19号。大人，大生纱厂要试车了。啊，这不是前一段时间还凑不齐股金吗？怎么这就试车了？不知道啊，这都已经登报了。江董，江董，江董，怎么，江董兴致不高啊？后生啊，哎，我这兴致能高吗？你看看这一砖一瓦，
一桌一椅，那可都是实打实的银子换来的呀。听江董这口气，怕是账上又没银子了。你这话说错了，不是账上又没银子，是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哎，这哪是账本啊？它就是一个漏勺啊！刚倒进去一杯水，哗啦，漏的底儿掉啊！哇！哎，通董脊骨微薄，户股迟迟不到。江娘商务局的银子，就像是河里的月亮，看得见，又摸不着。哎，盛宣怀、郭华茂的银子，到现在我们连个影儿都见不着。你说我这银钱董该怎么办呢？哎，你说怎么办？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这个，哦，后生，哎，你找我有事儿啊？我找银钱董，自然是银子的事情。要银子，要银子，受损之机的基建要购买，开机试车前咱们还得收花，储备原料，都是必须要花的银子，是不是？必须得花，刻不容缓。不听，我不听！江董，你听我说完。后生啊，你干脆给我找根绳子来算了。找绳子干什么？你把我捆着，到肉市去卖，甭管是整着卖还是切开了卖，我这身肉卖多少钱我不知道，卖了的钱全部拿走，好不好？哎，快点来！来，一起来！小心一点啊！好了啊！小泉，哎，司先生，司先生，看来是成功了。对，成了，学会自己安织机了啊！来，赶紧开车试试。哎，来，快弄，快 ，stop！谭先生，这边多了一颗螺丝啊，并不是谁都可以成为这些事的。这不可能啊！这怎么会多了一颗？如果你们执意改写事迹，造成损失，我是不负责的。哎呀，小泉呀，后生呀，你看看你们俩干的好事儿，四哥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俩，你说你怎么可以这么马虎呢？后生，你看不是我就说猛生，小泉他们也是尽了力的。启之啊，我看先别急着试车，把情况排查清楚再说，好吗？司先生，后生，你看看，汤姆斯先生，我尊重知识，尊重契约，我更加尊重每一个愿意为大生贡献力量的人。但是非常遗憾，您并不在我的尊重之列。这什么意思啊？你是什么意思？组装这批机器前，我和小泉用红色的油漆在每一个机件上都画上了记号，但是这颗螺栓上没有记号。我们连最细的丝网都标记上了。大家请看。沈大哥，你看这儿有，这儿也有，你看，是你们拆机的时候漏记了，绝无可能。汤姆斯先生，在上海啊，像您这样的洋机匠，不说上百也有几十。如果说在您看来，他们不胜任这份又严谨
又科学的工作，那我不是一样可以从上海找人替代您吗？或者说，我去购买全新的制剂，对吗？可是你们没钱新的这些事。汤姆斯先生，做生意钱很重要，但诚信更重要。我选择信任他们。后生啊，试车。通知锅炉房，开机试车。好。你看，转了，这机器转了。太好了！后生，这转的好好的，分闸，推上分闸，推分闸。也转了，转了！我转了！机器动了！机器动了！汤姆斯先生，心地无私天地宽，这颗螺栓送给您，留个纪念。我还是留在这边，如果你们给我加钱的话。行了，他们这头你还留在这边，你给我干out去！你走，你被解雇了。史先生，后生，江董，小泉儿，你二位真是太棒了！这机器动了，从今以后，咱们大生，咱们自力更生，咱们谁也不求。好，谁也不求。自力更生。开车时间已经登报了，所以不容有变。剩下来所有的调试由后生负责。来，给我！务必保证4月14正式开车出沙。四哥，我明白了。从现在到正式开车还有半个月的光景，我们只要把这批棉花卖了，保证我们的资金正常能够周转，我们就可以保证开车出沙。我去上海继续筹股，快点！你和沈大哥带着这批棉花到上海、苏杭棉市场销售。我总觉得这事儿有点冒险啊。这是断臂求生啊！时间衔接很重要。二位把棉花出手之后，把银子打给后生，由他去购买其余杀鸡的部件。我们一定要记住，大生晚开车1个时辰，都会导致提前夭折的变故。现在看起来也只能这么做了。四哥，你放心，我们这次哪怕是豁出命去，也会把这件事情办好的。有劳二位了，一路顺风。放心吧。四先生回来了。怎么回来了？怎么回来了？不是去上海吗？本来要走的，然后本地筹股耽误了时间，这不就传期误了，说明天再走。行了。你看着脸色不好，不舒服啊？没事，就是有点累了。爷儿刚睡醒，可乖了，让爹看看。行，我上去歇会儿。去吧。没事，坐着。四先生，第一车。九星，
在上工呢，爹，你找我干嘛？九姐，我听说这厂里在卖棉花了，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嗨，说呀，急死我了。我听说账上没银子了，留了一部分棉花，保证工人开工，剩余的棉花都卖掉。这还严重了。工友们，四先生在家晕倒了，都快去看看吧！快呀！快去看看！我没事儿，你还麻烦建安兄跑一趟。还说你没事儿，差点从楼梯上摔下来。吴夫人，季直这就是肝火旺盛，滞留于两夜，心经气血不畅，故有昏厥之状。吴大爷，我开个方子，调养几天，这病也就好了。你看，我说没事儿吧？你说有什么用啊？我要听沙大夫的。哎呀，吴夫人，你就放宽心吧。除了这汤药啊，我还有副新药开给季直呢。什么新药？四先生，你老爹带很多乡亲来家里了，来扶我起来。哎，四先生来了。四先生好，乡亲们好。你老爹，您这是？四先生，乡亲们知道你办沙场遇到难处了，我们几个村头的凑了凑，这不凑了50两银子出来，少是少了点儿，拿不出手，可大伙说这是我们的心意啊！是，不行不行，你老爹50两太多了，太多了。四先生，再说呀，这是乡亲们活命的银子。这个我真不能收，不能收。谢谢谢谢。四先生不收啊，我们给他跪下！不可以不可以，请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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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们，这个银子我收下，但是要作为乡亲们入股大生的股份。啊。四先生，这大生厂股份一股要100两，这点哪能够啊？不怕，我再补上50两，足够一股的啊！哎呦，这怎么好啊？哎呦，季直，刚才我不是说有一副新药要开给你吗？现在看来，那就算是锦上添花了。这50两银子由我来补足，我这如皋老家略有薄财，也愿入股大生。多谢建安兄，多谢乡亲们。季直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季直，你可知这1亿同元呀？哎，我这掐指一算，有这样的人和之士，将来咱们大生定能昌隆亨通。乡亲们加油！多谢多谢多谢，一定能快起来！多谢多谢。哟，姜老板还没睡啊？哎，姜老板，来来来，对呀，来吃点，一起吃什么吃呀？这些棉花都看好了，当心火烛。哎，张老板，陪兄弟们喝一碗嘛。大哥，哎，这走啊！来，你怎么还拉我呀？你喝什么喝呀你？我摔你怎么了？你喝什么喝？我让你们出声，我让你们坐下，别打！干什么？哎，是那个救我，是那个救我呀！有钱了不起啊！别打，你们先收拾一下。张老板，收拾一下啊！我明天陪你们。要不是我大哥拦着我打的你妈都认不出来。孟生，你行了，我跟你讲，那吃花生米，你听我讲。这些船老大呀，不能招惹的，啊！到了江上，我们的小命攥在人家手里的。他们我不敢得罪，我敢得罪你。我怎么招惹你了？你说你怎么招我？这棉花不卖，我急都快急死了。嗨，来，坐下说。现在棉花行情上不来，你急也没用啊。
沈大哥呀，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咱们这船泊在码头，还有这些个船夫们，每天吃喝拉撒都得花钱呢。我每天看着这银子哗哗的往外流，我心里头难受啊。你倒好，愣是压着棉花不卖，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明天天一亮，赶紧把这些棉花卖了，咱们大生急缺这笔卖棉花的钱，救命呢！你一个开当铺的，自然不懂棉花的行情。哎，我按现在的价钱，1斤棉花顶多卖50文左右。那咱们的棉花一出手，那就是亏1半啊！我就听不惯你说我开当铺的。沈大哥，这批棉花是顾书记低价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出手了，顶多是打平了，怎么可能会亏了呢？眼看着就要开机之下部了，今年的棉花还没有下来。按照去年的行情，今年棉价起码1斤要卖到100文左右，这一出一进，那不就是亏了1半吗？所以嘛，我说你岁数大了，岁数大了，你还不承认？你也不要说我岁数大了。沈大哥，去年棉花的行情都跌成什么样了？你不是不知道吗？今年的行情怎么可能跟往年比呢？今年再低也不会低于80文1斤。行，反正5天之后咱们大生可要开车了，再加上织机，还有这些零件要调换，就算4天之后行情涨到你所说的80文，那也晚了。耽误了开车，导致了股东撤股，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我要没这点担当，就不会和季直一起办大生。你结棍，你爱卖不卖？哎呦我，哎呦我，你妈！哎呀！嘿，四哥，孟生，这儿呢，这儿呢。孟生，四哥，你可算来了呀！上海筹股怎么样啊？我早就说过，郭华茂这帮人靠不住，这些奸商都是无利不起早啊，一点风险都不愿意担的。行了，不提了，孟生，你卖棉进行的还顺利吗？别提了，我之前怎么没发现咱们沈大哥是这么固执呀？明明100斤棉花市场价是12两半，不可能再涨了，可他非说不涨到13两半他就不卖，这怎么可能嘛？四哥，咱们现在急需的是现钱呢，不是低买高卖赚差价的时候啊！别急，别急，孟生，等见了沈大哥，咱们问问情况。我能不急吗？离开车还有3天不到的时间，你联系的杀鸡配件就算是运到上海杨树浦了，恐怕没有银子咱也提不出来。就算咱厚着脸皮提出来了，从上海运到通州也得需要1天吧，再加上装车调试，也都需要时间呢。四哥，咱们真的不能再等了。我知道，孟生，沈大哥呀，肯定是想让咱们手里多点银子周转。就把车安排一下。见了他，咱们问问他的道理。他有什么道理可讲？他是岁数大了，你知道？你看，沈大哥来了，沈大哥，你这是诚心的，是不是？大哥，你这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呀！季直，你来督战来了？孟生，大哥都跟我见外了。没有，沈大哥，我是上上海进杀鸡配件返程路过，顺便看看。我没跟你见外，我就是不愿意受外行人的干扰。哎，什么意思啊，沈大哥？说谁外行呢？他能说我们俩是外行？行了，你看，咱们俩怎么能是外行呢？说话着地说话，来，别打到了，来，这边。大哥，我不是针对你，别嚷嚷，来，这边说话，来。不是四哥，你说沈大哥他岁数大了，我理解，可是你说他说这话，
沈大哥，我是外行，跟人其他老板不是外行吗？大伙儿都说它价格已经不低了，怎么偏偏您这内行就看不出来呢？季直啊，现在大生的事就卡在没钱2个字上了。棉价肯定会涨，就在这2、3天。要是100斤棉花，甭说涨1两，就是涨半两，咱们这点棉花也不是个小数呢。这账你不能算不过来吧？我当然算得过来啊，可现在这事儿不是这事儿啊。好了，那咱们总得想个折中的办法呀，吵来吵去解决不了问题。对呀，我是真为咱们这事儿着急呀。咱们要是一直这么拖下去，咱们大生不能如期开车可怎么办？咱可是上了报纸啊。四哥，今儿我就问你一句话，信我还是信他？季直，你做个决断吧。你看，2位这就是孩子话了，这不是相信的问题，时间不等人吧？时间不等人嘛，听听。你行了，王生。大哥，你看是这样啊，我知道您是为了大生减少损失，但您想啊，要是大生不能如实开车的话，就算咱们多赚点银子，赔了大生，一切都是白搭。孰轻孰重，咱们得拎得清啊。这样，王生，我定个时间，明天上午开始，无论是涨是跌，这批棉花全部卖掉。哎，行，听你的。但是，棉价肯定会涨，入了秋，纱价也会涨。信不信由你，但是我把话放在这里。我信您的话，我当然信。大哥，这不就是为了度过眼下这个难关吗？王生啊，明天这批棉花出手之后啊，即刻赶往上海，跟西洋人交割纱旗配件，连夜送往通州。哎，放心吧，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大哥，事出紧急，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大生50千瓦发电机组，就靠这台机器驱动。检测完毕了，保证没问题。来，高总。各位朋友，咱们大生终于通上电了！各位辛苦，高总。5年了，不容易。后生，厂区有电了，得抓紧时间安排人把那些配件送进厂房，连夜检修，确保明日顺利开车出厂。放心吧，高总。诸位，大生纱厂今日可以顺利开车，全赖各位戮力支持。在此，我代表大生的诸位董事及全体工友，感谢诸位。现在我宣布，通州大生纱厂正式开车。大生不是我个人的大生，我更希望他是通州的大生，中国的大生。希望各位父老今后不离不弃，将大生铸成实业强大中国之起点。现在大生建厂已经到了可败可成的地步了，只有我这小小的布庄能够应急了，把大生建起来，那才是我们大家安身立命之本。强国就得富民，想富民就得先富我们自己。一事不扫，何以扫天下？我们要做的
就是让每一个通州百姓都知道什么叫工厂，都在工厂做工，人人有饭吃，人人有钱赚。恩师，学生张简看望您来了。哎呀，季直啊，我一直在这儿等你呢。来，嘿嘿，坐。哎呀，先喝口茶。多谢恩师。光绪18年，你会师失利，不顾我的挽留，坚持回乡。临走的时候，还写了4首诗送我。想想，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又好像就在今天呐。恩师待学生恩重如山，学生没齿不忘。哎呀，恩师啊，其实今日学生前来啊，是向恩师来讨主意的。说吧，能帮上你，也让为师感觉到自己还是个有用的人。恩师啊，虽然大圣目前已经出沙，但是呢，却连个商标都没有。是该有个商标啊。我看，不如叫魁星吧。魁星，恩师啊，魁星虽好，但是不是有点以状元的名头傲人，过于招摇？你乃大清的状元，名副其实啊，不存在招摇一说。好，就依恩师，今后大生纱厂出产的棉纱就以魁星为商标。多谢恩师。喝茶。谢恩师。魁星，这相貌如此奇特，这个作为咱们大生的商标，会不会不合适啊？哎，这可是翁师定的，从来都说状元是文曲星下凡，这不挺贴切的吗？哎呀，商标也有了，也开车出沙了。咱们当初定的这个进花纺纱、出沙收花，还得摸索一段啊。万一有什么闪失，资金流上出现问题，生产还是挺困难的。哎呦，难呐！但不管怎么说，再困难，大生也不能垮。大哥，四哥，先生，往上，商标怎么样？大家都觉得好，可以。我老恩师翁师定的，错不了。对了，刚回来又要向各位辞行，又得出趟门。去哪儿啊？去上海。上海干嘛去？去见个人。谁呀？郭华茂。啊？他给咱们来了封信。这是什么？战书啊！别人下了战书，那我自然是得应战的。见他干嘛？这不是浪费口舌吗？孟生啊，不是这么说。郭华茂这个人虽然说油滑，但是伤害臣服多年，有他的过人之处。我倒要看看他是怎么想的。还有，知道这封信的意思吗？主要思想是，他要在这个时候收购我们大生。郭华茂啊，古今他不给齐了，我们刚起步，他要收购咱们，他什么意思？我倒要去会会他，具体内容自己看。告辞，告辞。哎呀，当初要不是这个郭华茂出尔反尔啊，许诺给我们的古金一直没有兑现，咱们大生也不至于走得如此艰难的。你说现在啊，他不想着补上古金，反而要收购咱们辛辛苦苦创办的大生，我看这个人呐，脸皮比我鞋底子都厚。我看呐，四先生
根本无需去见这个人。他郭华茂，他现在就想拿走咱们大生，我第一个不答应。后生这番话我爱听。也许咱们是当局者迷呀，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收购咱们大生，必定有点想法。如果他有什么办法，正好能让咱们摆脱困境，也不妨听听嘛。黄茂贤弟，哎呦，状元公，您怎么不提前知会一下，我好去接您呢？护账房刚刚搬家，来不及呀。搬家也用不着您亲自动手，好不容易来一回，让小弟好好尽尽地主之谊。哎，不必客气，我们先谈正事啊。请。好。状元公真是雷厉风行啊！不知最近上海沙市的行情，您了解了吗？听说了，不好，而且是非常的不好。沙市低迷啊，很多华资沙场纷纷停办或者是出卖。是啊，我听说陆润祥陆状元丁忧期满回京之时，把这苏京厂和苏伦厂都租出去了。是，我也听说了，好在是租不是卖。黄茂贤弟啊，你给我来信说对大生的未来有些建议，我今天来很想听听。我是想与您商量啊，以作价43万两租下大生的经营权。43万，对，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关机作价25万两，商股本金18万两，合计43万两。我想问一下，您租到手之后，将来是由谁经营？自然是我身后的那些杨大人们。我明白了，陆状元的厂就是这么转向的。是。所以说，大生不会步这个后尘。还有什么建议？既然您不想租的话，您可以折价把大生厂卖给我吗？卖给您？是。哦，这我倒很想听听。买大生，您又准备作价多少呢？我要买的话，出不了那么多了，我只能给到25万两。25万？对。黄茂贤弟，当年沪董、通董，我们是签订过合约的。沪董的股金至今不足，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把股金补足，帮我渡过难关便是啊？状元公，以现在的行情，我郭华茂就算是有通天之能，我也没法劝说那些沪董继续投资您的大生啊。大生卖，我对不起通州父老；租，不到山穷水尽，我绝不会走这条路。可是您现在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吗？黄茂贤弟，你不帮我，我自己扛。好了，如果没有其他新的建议，我得回去扛了。状元公，你看，不如这样，我准备好午饭，咱们两个边吃边聊，您再好好考虑考虑，千万别意气用事啊！不必了，黄茂贤弟，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办，我们后会有期。可是您还能扛多久啊？哎，
没钱呐，沈大哥，我挺不住了，我是真的挺不住了。孟生啊，你也40好几的人了，怎么还是一点城府都没有？你大生的银钱董都慌了手脚了，你让底下人怎么看？像什么像？你俩出去，把门关上。沈大哥，这都什么时候了，我还能顾得上底下人怎么想？大生要是垮喽，可大生垮不了。沈大哥，你是咱们大商的进出货董，你看看咱们棉纱卖出去了吗？看看咱们棉仓还有棉花吗？你打开我的银柜看看还有没有银子？你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垮不了。你倒是想想办法嘛。进出货的事我会想办法，但你不要六神无主的到处嚷嚷，让省没有钱了。你让工人知道了，闹起事儿来，挤兑工钱，你这个银钱董就算当到头了。我这不是为咱们大生着急吗？小董，可以进来干活了吗？山本君の情報によれば、大成紡績所は今難関にあり、我らが新国の紡績業界へ進出するにはとんでもない好機です。どんなような困難に直面にするのか。秘なる流通資金を確上、条件は大成紡績所を資本金50万両、年利8人で執行。国土の住所および現毛読書の現進行3年間賃託し、現在その交渉は行き困っており、この日で引き続きたいのか。条件が強化すればことはなる。それは違う。日英商工通商条約、日露商工通商条約、関税互角条約なんとか。我々が中国に対する戦勝国の権益を行使できなかった。それじゃあ過去の計画をぜひお聞かせてください。西村、水井物産なんとの日本の大衆商が主導し、一般の日本商人が中国人が継続した東アジア過小貿易網から脱却し、自主的な対中貿易を展開する。こんな一体なる構想、まさに本の天の時だ。だから西村君、君の次の任務は辛亥における日本商人商会を成立することだ。紡績業は君の商会の一部すぎず全てではない。君が強くになったら条件とやつの大生産地を倒すことかなり安いことだ。この点でくれぐれも思っておけ。はい、閣下。四件吃饭了。干了一上午活啊，肚子早就饿瘪了。
玉红，怎么了？跟霜打了似的，没吃饭呢你？啊？就剩这么点钱了。没事，没事。司先生，咱们也不能这样一直等吧，这不是个办法呀。咱们跟郭华茂聊完都2个月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你还盼着他买咱们大生纱厂啊？没有，我大生肯定不卖，但是你们不是说什么以租代购不是可行吗？下策，咱们怎么也得等一个中策才是。那中策是什么呀？中策就是熬过现在沙市的低迷，等到来年春暖花开，就是大生再起之时。哎，下策中，那先生是不是还有上策呀？上策有啊，上策就是通户古今，如数道场，大生纱厂机器全线开机，高歌猛进。眼下纱价低，棉价更低，应该多囤棉囤纱，一旦行情好转，就能赚大钱。赚了大钱之后，就可以建立各类书院，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这上策好啊，强国呀！可是眼下这情况，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活到那天。以后没事儿，一切都会好的，放心啊。好，来，我家，等，哎，你们走开，走开。零要多少，我给多少。好，价格好谈，老板。哎，到我店里看，我听我家还有上好的光妆布。好，家去看看我去，走吧，去。好，这，小心。大家不要乱，我只要棉纱，不要布。我再说一遍，只要棉纱啊！你们先各自回去，我一家一家看，一家看。都走开。好，我把他薅过来，让他跟你聊聊。别。没看这成色，不觉得这很奇怪吗？奇怪什么呀？眼下沙市如此低迷，他为什么逆势买进呢？他们肯定想低价囤，然后等着高价卖呀。那他得有大量银子支持啊。眼下沙市涨跌无常，这要砸在手里1年半载，那他就赔大了呀。不是您跟我说这些，他要走了，你看他要走了。他马上要走了，他事缓则圆，这怎么张嘴闭嘴就是薅呢？但是要薅也是我去。老板，到我那看看我的呀。这位先生，请留步说话。掌柜的，我已经收了那家的棉纱，您不用向我推销了。哎呦，误会，先生，不是推销，在下通州大生纱厂张继直，有事情向先生请教。通州大生纱厂，张继直。您说的大生，可是状元公张謇新近创办的那间纱厂吗？正是。那您在下名简，字继直啊。哎呦，在下真是有眼无珠，失敬。状元公莫怪。哎，哪里话，先生。哎，敢问先生尊姓大名，在何处高就啊？哎，不敢，免贵姓徐，名庚年，高就更不敢了，只是一个行脚商。不知状元公有何见教？呦，徐先生不敢。
若说我是状元，我还敢说一句粗通文墨；但是要说这经商，您是先生，我是学生，当向您求教才是。哎，不敢不敢。今日得见状元公，本该杯酒言欢，以表敬意。只是，眼下我着急出货，实在是不为难，不为难。改日再向徐先生请教。哎，状元公留步。不知明日可方便？方便。这样，明日中午我在望江楼请徐先生小酌，怎样？我一介草民，怎么敢让状元公破费啊？明日望江茶楼还是我来做东。徐先生万万不能推辞。明日相会是先生与学生相会，您是先生，我是学生，这世间没有先生给学生付学费的道理。好，那明日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司先生，您还不知道着急啊？我急什么？你方才在徐老爷那儿打肿脸充那什么，说要在望江茶楼做东，那望江茶楼多贵呀，咱哪有钱做东啊？您不是又憋着要卖刺吧？这回被你猜着了，一红啊，我要没记错的话，这附近有一家字画店，叫朵云轩，你去打听一下。朵云轩，明白了。哎，这位先生，您买点什么呀？啊，我看看。好，随便看。啊，那个，我这儿有字儿，我要卖。那我们来这儿看看字儿。好，您请。哎，看就行，手别碰，手别碰。你看，好，字是好字，就是不知道出自哪位名家呀？你看不见啊？啊，这不写着呢吗？张謇，咱们当今状元张继直。我看见了，可不知这是状元爷的真迹还是赝品？我眼看着他写的呀。您眼看着这不好说，您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字我们收不了。你这少废话吧，你就告诉我，如果真的是咱们当今状元张謇、张继直写的字，一幅多少钱？如果是状元爷的真迹，一幅起码2两银子。好，那么多呢？你等着啊。好，等着，别动。哎，司先生。谈好了，一幅字2两银子。哦，哎，多谢老板。先生，您是什么是什么事？哦，明白了。一红啊，把印给我。状元爷，您的印，失敬。多谢老板。一红啊，谢银子啊，好嘞，告辞。状元爷慢走，状元爷常来。回来吧。哦，状元爷，你说的啊，一幅2两银子，
我还有4幅，一共5幅。好，结账。结，只要是状元爷的真气，多少幅我都给你结。你等着，我给你取钱。谢谢啊。来来来，林天兄啊，先用些点心。好。在下何德何能，敢劳烦状元公如此破费？哎，更年兄客气了。我呀，初入商海，很多事情其实不大明白。更年兄能够凯允赴宴，我已经感激不尽了。哎呀，状元公，您这是折煞在下了。有什么问题您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那我就直言不讳了。但说无妨。更年兄啊，眼下这个沙市持续走低，很多沙庄呢不敢囤货，而您敢于逆势吃进，是不是有什么其他销路？这，哟，是不是我问了不该问的啊？嗨，倒也没什么，只是同行都忌讳追问货源和销路。哎呦，抱歉，更年兄就当我没问好了啊！来，用点心，用点心。状元公初入商海，不知道规矩，也是情有可原。就棉纱一行，上海沙市虽是晴雨表，但各地需求尚有不同。江南不好卖的，但是到了山东、山西，却不一定滞销。那这么说来，更年兄还是另有销路。哎，这样，您跟我合作如何？状元公的意思是，我要吃进的棉纱，可由大生包担？这不是？不瞒状元公，来之前我也打听了大生的状况。眼下受制于通户棉纱世家的低迷，大生开工不足。您要我包销棉纱，可以说是在赌博呀。嗨，更年兄啊，你我不见外，我要干实业嘛。如果说老天让我一赌，我欣然领之啊。一华，来。色白纱刃，成色确实不错。但若是要我包销，这纱价便不能按现在的市价核算。更年兄，眼下这个纱价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我从豫园批发所采购时，各家急于回本，不用我说，竞相降价，所以，我收的棉纱只有眼下市价的80%。好，80%就80%。这样，更年兄呢，预付我1半货款，我这边购棉出账。状元公，这不可能。若是我付了定金，但大生仍然难以为继，关门大吉，我找谁要钱去？哎，徐老爷，买卖不成仁义在，你不能咒大生关门啊！二位莫怪，我这也是在商言商。说得对。哎，这样，咱们当下立下字据，如果说大生纱厂出事，您到两江总督面前去告我。自古民不与官斗，状元公这笔生意我做不了，在下告辞。哎，更年兄，
坐坐坐坐。70%，按70%收杀，我保个成本价。市价70%收杀，状元公可是吃了大亏呀。但你给我大生留了一条活路啊！既然状元公让利给我，我要是再推3阻4，可就不近人情了。好，我替大生纱厂所有工友谢谢更年兄。状元公，不着急谢我这次带来的银子都用作收纱了。状元公所需钱款，还需我回宁波办理。多长时间？月内便可汇到大生账上。一言为定。一言为定。老板，哎，您这纱怎么卖啊？哦，这2件价钱一样的，都是2文钱一件。那要是进货呢？进货，您如果买的多的话，这边价格肯定可以啊。好，多谢啊，多谢。老板，您这纱是哪儿产的呀？浙江湖州。湖州，像这样的纱，它一天能出多少？大概出个2000件左右。施先生，施先生，多谢。施先生，后生兄给你接来了。后生，辛苦啊！比起施先生殚精竭虑，我不敢说辛苦。后生，我和一位宁波商人谈成了一笔生意，或许能救大生于水火。我得回去安排生产，这大生护账房就交给你了。后生定不辱使命。沪上纱市就是行业的晴雨表，你要紧紧盯住，无论是涨是落还是持平，每日都要向厂里汇报。丁放心，咱们进屋聊吧。啊，收拾东西。来，走。季直先生，好久不见，你这个地方可是太难找了。西村先生，不是为了给我来送乔迁之礼跑一趟吧？我是特意到城隍庙为大生请来了财神爷。听说灵得很。多谢西村先生。好，有话请直说吧，我赶着回通州。回通州不必急于一时，我找先生谈的都是大事。一红啊，你带后生去市场转转，了解一下情况。请坐。不急，季直先生，请看。还有礼物。这是我前几日为御字而写啊。西村先生的意思是，古玩店老板是我的旧相识，我一听说这件事情就赶过来了。人都有马高灯短的时候，季直先生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因为我们是朋友。西村先生，您今日之所为，在我中国乃是一番美意，我本当重谢才是。但是今天我看，您不是这个意思。您是想告诉我，在我大生最艰难困苦之时，用了西村先生的银子，对吧？你要非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看在您大老远跑一趟的份上，我也如实相告，我大生纱厂不租不卖。你既然要办厂，就应该做一个合格的商人。商人不假，我是中国商人，在我们中国，数典忘祖的事情
是不可以做的。我早就说过，天上不会掉银子。四哥哎，咱们现在是负债呀！我借了那么多银子，买了那么多花，放了那么多沙，现在咱们棉纱卖谁家？行了，你别说了。四哥，你说你这么聪明个人，怎么会上这种当呢？你明明知道沙是如此低迷，哎，偏偏这个时候就有人逆势买沙。哎，偏偏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就能碰上这个姓徐的，怎么会江浙上海的棉纱卖不出去，运到山东山西他就可以卖出去，而偏偏还敢包销？你少说两句吧。什么人呢？他能拥有如此雄厚的银子，敢吃进我们这么多棉纱？想想为什么呀？我说句心里话，自从咱们办厂之后，你们都是对的，我永远都是错的。我作为银钱董，可这银子天天往外流，现在我负债累累，你说我这个做银钱董的，我管这一大摊子，我容易吗我？往生，自从办厂以来，有什么事儿不都咱们兄弟商量着办吗？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季直拿主意多一点儿，但他也是个凡人啊，你也不能要求他长着厚眼，也不能未卜先知，不是啊？怎么可能所有的决定都是对的呢？我也是凡人，你看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是帮着四哥说话啊！行行行，我永远都是错的。你也不用那么想，可能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你觉得他是骗子，他骗咱们什么了？不就是答应咱们的定金没有到账吗？啊，咱们垫了银子，买了棉花，垫了银子，纺了纱，那对他有什么好处吗？他以宁波的客商，他又得到了什么呢？陈大哥，你一句话点醒了我这个梦中人呐。对，沈大哥，你说的太对了，他没骗咱们什么，但是比这更可怕的是，这是一个陷阱，这是一个阴谋。嘿，看看你们俩，哎呦，论学问吧，我不如你们。但是论做生意，你们俩加一块儿也不如我。还不明白？还不明白吗，四哥？不明白。孟生，你不妨直说。你这次到上海，这个郭华茂是不是跟你谈起了要收购咱们大生的事儿？不仅郭华茂，连西村都想把大生据为己有。所以呀，有人想低价买我们大生，我们不卖，所以就有人给咱们下了这么大一个订单，逼着咱们借银子买棉花纺纱，把咱们逼入绝境。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徐庚年，旁边又有日本，又有郭华茂。这个徐庚年不是说了吗？1个月之内把这个1半货款给我们打过来。我从月初等到月尾，愣见不着银子，为什么？他为什么不履行合约呀？这就说明他们是一伙儿的，他们就是想趁我们特别被动的时候，我们喘不上气儿的时候，他们趁虚而入，吃掉我们大生。这个徐庚年就是郭华茂跟那个日本人的马前卒。
明白了吗？我说的明白了吗，四哥？哎呦，有可能是我着急用钱，一时没想清楚。哎呦，就是可惜了我道音嫂子从娘家借了那批银子。行了，你别说了。银子倒是不多，但最起码支撑了我们大生几天。现在倒好，全搭里头了。你别说了。梦生一语如惊雷，我方知伤害险恶远甚。西村松兵卫虎视眈眈，欲控股吞并沙场。国华茂空挂股东之名，竟拖欠古金，图谋击垮大生后低价兼并，洋商买办嘴脸，昭然若揭。徐庚年承诺之欲付款，本是救命稻草，却迟迟未至，被骗似成定局。一夕开车时，沈京夫大哥定禁花纺纱、卖纱收花之策，临危救场。今天看来，所有努力将付之东流。眼看大生停车在即，积压棉纱销售无望，见焦急万分，屋内俱焚，惭愧不甘。时局动荡，战乱四起，南北交通断绝，全无消息。监狱大生如巨轮搁浅，望洋兴叹，却动弹不得。众人皆盼见力挽狂澜，但见何德何能，何出其策？彻夜难眠，鬓边白发登生。古人所言果然不虚，人陷绝境，当真可一夜白头。